印度想为全军换新枪，这回要被俄罗斯军企痛宰，开出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一支 AK 卖的比一支西格还贵，这样的情况或许在全球的枪械市场都不会出现，但在印度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而且非常多。印度想要引进 AK-203的生产线，为全军换装新步枪，加强步兵的火力。可俄罗斯卡拉什尼科夫公司开出了苛刻的条件，每支步枪收取$200的专利费，这使得印度产的 AK 价格一下子高过了进口的美国西格绍尔步枪。俄罗斯企业在武器出口中痛宰印度不是一两次了，其深层次原因无非是苏联解体时，印度趁卢布贬值偿还了俄罗斯巨额债务，导致俄罗斯巨大的亏损，因此俄军工企业一直怀恨在心，在各类交易中都不忘横宰印度一笔。AK-203步枪项目始于印度陆军完全不切实际的多口径突击步枪招标，此后由于步兵总署对武器系统制定了不合理的质量要求，经过了5年徒劳的实验和评估，最终于2015年终止。招标的步枪旨在取代1990年代中期进入印度陆军服役的本土开发的英萨斯5.56毫米突击步枪，该枪存在严重缺陷，最终在2010年被部队认定为无法作战。目前很多印度部队将仓库中的老式 AKM 步枪重新启封使用。据报道，俄罗斯人还要求合资企业每生产一支 AK-203步枪收取$200的特许权使用费，这使得印度要为65万支步枪付出天文数字般的$1.3亿许可费。此外，新工厂的费用也大部分将由印度承担。合资公司预计每年将生产7万支 AK-203，最初是从组装俄罗斯零件开始，然后是通过本体化组件和组装配体来本地生产化。但是合同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据悉 ，OFB 最初按许可证制造的 AK-203步枪的价格约为68000卢比。随时间摊销，平均每支会下降到8万卢比。令人尴尬的是，这个价格要高于2019年初和2020年底从美国的西格绍尔订购的72400支突击步枪。但如果说 AK-203的性能好过于西格的步枪，恐怕全世界都没人相信。而这就是印度追求国产的代价。官方消息显示，西格绍尔的 SIC716步枪在2018年的定价为$990，比每支 AK-203的预测价格便宜了13218卢比和7218卢比。而 AK-203并没有太多的技术革新，本质上是1947年的原始 AK-47的衍生产品。很明显，这会引起反对党和民众的关注。印度政府在尽可能减小这方面的宣传，但推动国产化的口号使他们根本无法停下来。在另一个相关的采购案中，印度国防部再次与阿联酋的卡拉卡尔国际公司联系，再次采购近距离战斗卡宾枪的数量。此前在9月取消了其93895支 CAR816。5.56乘45毫米卡宾枪的招标，估计价格为$110百万。CAR816CQB 卡宾枪于2018年10月击败澳大利亚泰利兹公司的 F90步枪，其目的是取代印度装备的美国陆军制造的9毫米 Tarly-111斯特林冲锋枪。该枪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该枪已经停产将近20年。对于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一线的士兵们而言，他们应该庆幸自己拿到了世界最优秀的西格步枪，但对于其他部队的士兵而言，一把拉皮版 AK 或许更多的是心理上的安慰。至于多花掉的钱反正是政府掏，对于士兵们而言，这只是一份薪水低微的工作，缺衣少食的官兵们难道还能为自己拿到什么样的步枪提出什么有用的意见吗？